瑞典近期突然决定扩大军队规模，是否即将放弃永久中立国的身份？瑞典为何突然改变态度，公开倒向西方？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据空军联合网站近日报道，瑞典国防物资管理局已经与萨博公司签订合同，将斥资1.85亿瑞典克朗为瑞典空军的鹰狮 CT 型战斗机提供技术支持，确保这些战斗机的有效作战能力可以维持到2035年。鹰狮战斗机是瑞典萨博公司研发的一款4代战机，它的空重有7吨左右，属于轻型战斗机，但装备有较先进的雷达系统，在实战中具备较强的侦察能力和瞬时机动能力。鹰狮 CT 型是鹰狮战斗机的较早期版本，采用美国通用公司的 F404涡轮风扇发动机，这与目前最新款的鹰狮 EF 型相比，已经显得有些落后。这次瑞典要给鹰狮 CT 型战斗机续命，很可能是为了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扩大空军的规模。而最近瑞典的其他一些动作也显示，该国正准备迅速扩大军队规模。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瑞典空军的6个中队将保留鹰狮 CT 型战斗机，同时增加鹰狮 EF 型战斗机。瑞典空军还计划购买几架环球眼预警机，并且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获得第1枚远程空地导弹。不仅仅是空军，瑞典陆军和海军也同样会加强军备。瑞典陆军目前正在计划增加 CV90 步兵战车、弓箭手、自行榴弹炮和 STRV-122 坦克，其中 STRV-122 坦克是德国豹2坦克的改进版，也是目前瑞典的主战坦克。瑞典海军则计划翻新3艘现役的哥特兰级潜艇，此外，瑞典还有1艘 A26型新潜艇，预计在2022年到2023年交付。整个瑞典军队每年的征兵人数将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目前，瑞典军队现役和后勤人员已经达到6万人，在未来4年内将增加到9万人，接近瑞典总人口的1%。瑞典还计划恢复之前解散的6个团，并且在该国北部增加部署3个团。瑞典国会上周还通过了89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预算，比之前直接增加了40%，占瑞典 GDP 的2%。加钱、加人、加军备，瑞典的整个扩军计划可以说是进行的非常坚决，这不禁让人怀疑瑞典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要放弃永久中立国的身份。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瑞典一直是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中立、客观的形象，但实际上瑞典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舆论环境都是偏向西方的。近几年来，瑞典屡次发生辱华事件，今年又和美国沆瀣一气，以所谓的安全问题为由，禁止使用中国的武器设备。像瑞典这种所谓的永久中立国，他们的真正作用只不过是在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时站出来充当老好人，为西方国家拉偏架。现在他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实力不断增强，过去的那一套拉偏架的手段已经行不通了，就开始私下和平中立的伪装，公开的倒向西方。这次瑞典在提出扩军计划的同时，也首次通过了未来考虑加入北约的提案。喊了几十年的和平中立，一夜之间就被瑞典人果断抛弃，实在是既虚伪又可笑。消息人士称，中印边境局势在未来几周将有重大突破。印司令突击视察前线，稍微与解放军驻地相差200米。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严冬已经到来，边境中印对峙地区早已大雪封山。而近日，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突击视察了印度陆军位于列城，也就是印度声称的所谓拉达克地区东部队前线哨所，以及位于班公湖南岸的热钦拉哨所。而据印度媒体报道称，中印军队就是在此地进行对峙，双方军队相距200到300米。印度的军官们说，纳拉万对位于列城的14军进行了视察，而该部队自封为火与怒军团，主要是负责把守中印边境的西线。据称，此次纳拉万的视察主要是要对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局势进行第一手的评估，并且对热钦拉前线部队的居住条件进行视察。据随后出具的报告称，印度军队基本已经克服了居住环境恶劣这一挑战，但是据印度国内一些消息人士称，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对于印度后勤的能力，相信大家都是心知肚明。而近来关于印度士兵后勤问题的相关报道也已经将印度的缺点暴露了出来。不过纳拉万此行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视察前沿阵地。据印度国防和安全机构公布的消息称，纳拉万几乎视察了热钦拉哨所的大部分前沿阵地，而解放军所驻扎的位置距离该印度哨所也仅有200到300米。据称，第14军的指挥官和驻扎在热钦拉的特种部队负责人向纳拉万详细的介绍了当地军事对峙的形势。而后就有印度消息人士称，预计在未来几周之内，边境的局势将会有重大的突破。
但是下一次军事会谈的日期还没有敲定。一位消息人士在被问及边境局势是否会有所缓和时表示，预计不会有重大进展。那既然局势不会缓和，又将有重大突破，难道是冲突要开始了吗？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军司令声称美军将到达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军队一起训练，这一消息不得不让人多想。虽然该将军给出的理由是想让军队适应在极寒地区作战，但是这时机却很敏感。中印两军双方已经在边境对峙了半年，而且看趋势似乎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近来印度那边原本似乎已经放出想要撤军的信号了，却就在这个时候，美军突然宣称要来喜马拉雅山脉。如果说美军此举真的只是为了训练，恐怕印度和美国自己都不会相信吧。分析人士称，这很有可能是美国看到印度似乎有退却之心了，又开始站出来给印度撑腰了。近日据报道，已经发现美国在帮助印度监视中国士兵，并且将他们已知的中国军队的数据与印度共享，这会进一步提高印度导弹的命中率。看来我军还是要保持警惕，谨防印度与美国或许会发起的突袭。为何说俄罗斯这是在实现一盘大棋，想为全线国产客机换俄制发动机？C929也能用，中国是否要全盘引进？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由俄罗斯雅克列夫设计局自研的 MC-21客机使用俄制 PT-14发动机飞上天空的新闻，充斥着俄国各类媒体的报端。因为这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实现民用航发和客机的全面国产化，其意义不言而喻。俄航空业各类高级官员可谓兴奋不已。确实，即便疫情肆虐，今年俄罗斯航空业可谓喜报频传。除了 MC-21和 PT-14以外，由一流深设计局设计的伊尔114 300涡桨客机也实现了首飞，它同样实现了航发的自研和升级。伊尔114使用一对3100马力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TW7-117ST01，配备6叶桨 SV34.04 以及辅助动力装置 TA1。该机最大的起飞重量为 23.5 吨，有效荷载为 6.5 吨，最多可容纳68名乘客。巡航速度宣布为每小时500公里，最大活动半径范围为1400公里。不仅如此，如今俄罗斯各大设计局在研的飞机和航发项目非常之多。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在开发全新的 PD8 发动机，用于取代苏霍伊 SSG 100客机上的进口法国发动机。除此之外 ，PD8 还可以装备安148客机和别200水上飞机。苏霍伊超级100是由苏霍伊设计局开发的一种支线客机，是俄罗斯第一次开发新型民航客机。苏霍伊超级100型客机装备了由法国斯奈克马公司和俄罗斯土星研究局联合研制的萨 M146发动机，但其核心的热部分由法国负责，俄罗斯只负责冷部分。这导致俄罗斯在使用这款发动机时依然会受到限制。苏霍伊客机与中国的 ARJ21属于同一等级 ，PD8 发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成为中国 C919客机的动力来源。中国是否要全盘引进？然而，这还不是俄罗斯的最终目标。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 PD35发动机。中国商飞也非常期待这款发动机可以促成中俄联合研制的 CR929大型宽体客机的问世。毕竟，俄罗斯一流深设计局拥有开发 ER96宽体客机的经验。如果 CR929能够实现，它将取代俄罗斯国内大量过时的老式客机，并让中国远程民航摆脱对波音777、波音787、空客 A340、空客 A350的绝对依赖。但双方合作过程中必定会爆发很多矛盾，包括工作量分配和技术转让协议等。由于俄罗斯近年来航空领域进步神速，不排除俄罗斯会摆脱商飞，独立研制俄制宽体客机，从而形成对商飞的竞争优势，实现俄罗斯全线重返民用航空领域，是俄航空业的一盘大棋。如果俄罗斯能站稳脚跟，国内经济必将因此受益。中国航空业近年来在军用机的开发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并被很多国家认为已经超过了俄罗斯。